今天我们讲椭圆曲线密码学。对于大多数初学者而言，密码学都是通过研究各种运算实现加密解密的，而椭圆曲线是几何中要研究的。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之间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呢？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椭圆曲线密码学。这一切都要从几何开始说起。我们都知道，几何学的鼻祖是欧几里得。这个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哲人，在几何原本中创立了欧式几何。欧几里得最伟大的贡献，不仅是欧式几何本身，而且是由他首创的公理化的数学研究方法。数学研究应当先提炼出若干无法由其他命题证明的命题，也就是公理，然后在公理集上推演出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其他结论。欧式几何本身也正是如此。欧式几何的公理包括这样5条，前4条都很直观，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重点说一下第5条。第5条公理又称平行公理，简单来说就是平行线不相交。现在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创想，如果把公理改一改，岂不是可以得到和欧式几何不同的另一套几何？这种几何就是非欧几何，例如罗巴切夫斯基和鲍耶所创建的罗氏几何，和黎曼所创建的黎曼几何。黎曼是19世纪的数学家，前段时间还刚刚刷了屏，是因为他所提出的著名的黎曼猜想终于被证明了。黎曼把欧式几何的第5条公理改成了任意2条直线都相交于无穷原点，也就是说平行线不存在了。你肯定会想，那怎么可能呢？平行线明明是有的，你看我随手就能画出2条平行线，它们无论怎么延长都不可能相交。可是你怎么知道它们无限延长之后就不会相交呢？那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它们无限延长之后也不会相交，因为它们是平行线。这种固有认识就固定在我们的脑子里了。可是实际上，当它们无限延长之后，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站在无穷远处看一看它们到底有没有相交。所以它们到底有没有相交，只能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在此之前，你都是想象它们不相交。现在你何不大胆想象一下，在我们的新几何中，任意无限延长的直线都相交于一个无穷原点。这就像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气球的表面上，气球的尾巴被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到无穷远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表面上画出的任何一条无限延展的直线，都一定会经过气球的尾巴，也就是那个无穷原点。现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方程，满足这个方程的 x 和 y 描述的坐标点，显然会形成一条曲线。这条曲线会沿着右上方和右下方无限延伸，这也没有什么可新奇的。只不过如果这是在黎曼几何中，那么这条无限延展的曲线一定会经过我们所说的无穷原点。这个无穷原点我们暂时可以用符号0来表示。这条曲线就称为椭圆曲线。当然，这条椭圆曲线上有无穷多个点。这里先问个题外话，你知道为什么2加3等于5吗？你可能会说，这还用问吗？加法就是这么定义的。没错，加法就是这么定义的。根据加法的定义，给它任意2个整数，它就会为你输出另一个整数。既然我们可以定义整数上的加法运算，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定义刚才那条椭圆曲线上点之间的加法运算呢？给它任意2个点，就可以得到另一个点。那么点和点之间的加法运算是怎么定义的呢？当一条直线和椭圆曲线相交于 A、B、C 3个点时，我们就定义 A 加 B 加 C 等于0。这里的0指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无穷原点。因此我们就有 A 加 B 等于负 C 等于 D， 其中点 D 是和 C 沿 x 轴对称的那个点。也就是说，我们将点 A 与点 B 的和
定义为点 D。因此，当我们要计算点 A 和点 B 的和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将 A 和 B 连成一条直线，那么这条直线必然与该椭圆曲线相交于某一个点 C， 然后再取点 C 沿 x 轴对称的那个点，就得到了点 D。有一个特殊情况，任意一个点 A 和自己怎么相加？一个点 A 当然无法定为一条直线，所以我们只能画出它的切线。这个切线也一定与椭圆曲线相交于某个点 B， 然后我们再将点 B 沿着 x 轴翻转得到点 C， 这个点 C 就是 A 加 A 了。既然 A 加 A 可以计算了，那么 A 加 A 再加 A 当然也可以计算。这看起来不就像是我们小学学过的乘法吗？所以我们可以定义椭圆曲线上的标量乘法， 2a 就是2个 a 相加，3a 就是3个 a 相加。刚才说的都是实数域上的连续的椭圆曲线，我们还可以把椭圆曲线和加法的定义扩展到整数有限域上。例如，我们定义这样一条椭圆曲线，由于在这个椭圆曲线方程中有模运算，所以 x 和 y 都是整数，所以这个曲线上只有有限多个离散的点。尽管只有有限多个点，但同样可以在这些点上以相同的方式定义点和点之间的加法运算。例如，点 A 和点 B 相加就等于点 C， 运算规则和连续的椭圆曲线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我们将点和点之间的加法类比成整数之间的乘法，那么点的标量乘法不就相当于整数上的幂模运算吗？反过来，点之间的除法运算不就相当于整数上的离散对数运算吗？椭圆曲线上的标量乘法和整数上的幂模运算不光在形式上相似，而且都是一种单项线门函数。因此，所有那些基于离散对数的公钥密码，通通都可以在椭圆曲线上实现。例如，我们之前讲过的 DH 密钥交换和 DSA 数字签名方案，就对应的分别有 ECDH 和 ECDSA。基于大整数素因子分解和离散对数的公钥密码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整这么复杂的椭圆曲线密码呢？这是因为在相同的安全性下，椭圆曲线密码所使用的密钥要短得多，因此计算量也要小得多。例如，在比特币中所使用的公钥密码就是 ECDSA， 这是比特币中所使用的椭圆曲线的参数。通过这几讲，我们学习了 RSA、DH 密钥交换、DSA 数字签名方案，还了解了椭圆曲线密码学是怎么回事。现在应该已经基本清楚公钥密码是如何在区块链中解决账户唯一性和身份认证问题的。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将目光转移到记账上。当一笔交易被大部分用户确认合法有效时，该由谁来记录下来呢？该怎样记才能让别人相信这个账本没有被恶意篡改过呢？我们将为您一一解答。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